我叫方平，现在是2008年4月5号，地点阳城一中高3 4班。就在刚才，我接收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我重生到了10年前。不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10年前的异世界，因为这里跟前世还有点不一样。方平、陈凡，再过2天5科报名就开始了，你们要报名吗？高考还存在，但多了一个科目，5科。报名费就要1万，而且又考不上，报了也只会浪费钱。报名费要1万，我还挺想报名的，毕竟这是咱们小市民唯一翻身成为上等人的机会。喂，哥们儿，你们昨晚看新闻了吗？马宗师突破8品了，企鹅集团正式向谷歌亚太总裁泰莫发出了挑战书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马宗师不是前几年才突破7品吗？是真的，都上央视报道了。宗师排行榜更新了吗？马宗师这是要上进前30啊！我觉得至少前20。原来如此，这个世界一定有高能职业。陈凡，马宗师是马化腾？我说方平，你怎么能直接叫宗师的名字？太不尊重了吧！还真的是马化腾啊！对不起，我这嘴怎么回事？问太多会显得太奇怪，不如上网去查查。哎，对了，咱学校附近有网吧吗？有啊，你之前不是经常去吗？我这不是很久没去了吗？网吧还在，那个成熟的女网管岂不是也在？我记得上学那会儿，她可是经常偷偷潜入我的梦中。你在看哪里呢？我年轻时的审美也太糟糕了吧！记忆和现实果然是有偏差的。哎呀，小哥哥，要不要充个会员？现在充50能送10块哦。钱好像不太够啊，不用了，我就上5块钱。切，穷成这样还来上网？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吧！真是没钱到哪儿都会被瞧不起啊！我一定要考5科。这个世界有些人人都知道的规则，你想做成什么大事，首先你必须是武者。这里的武者和前世武侠小说里的感觉差不多，但武者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。武道被分为9品，1品最低，9品最高，而且武者才能开公司，4品才能当艺商总督，7品才能做跨国企业，就连娱乐圈和其他行业也一样。5科高考，这是无数人一步登天的希望。可是考武者哪有这么简单？考光报名费就要1万，现在可是08年，1万不是小数目。上哪儿去搞这么多钱啊？哎，对了，这个世界的我家会不会其实很有钱？说不定还住着大别墅呢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这个潮湿和熟悉的味道，还是那个家。平，你这个小偷，把钱还给我！啊，这个圆脸，这是我的妹妹方圆，长大后肉嘟嘟的脸就消失了，一直是我的遗憾。快把钱还给我！啊？还装傻？妈给了咱50，说一人1半，我桌上怎么只有5块？原来兜里的那28块，有些是这丫头的呀。不知道，你可能自己花了吧，你自己再找找。说说他。哎，为了这点零花钱，都把小丫头欺负成啥样了？别闹了，一会儿你爸回来就吃饭了。这是我妈李玉英，看着好年轻啊。我记得这时候为了照顾我和方圆，每天只上半天班，1万块什么的，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玉英啊，饭做好了吗？我爸方明柔，陶瓷厂工人，天天跟灰尘打交道，拿生命换钱，月薪只有3000。爸，回来了还背个包干嘛？快收拾收拾，准备吃饭了。我这不是刚回来吗？爸爸，你快说说方平，他又偷我钱。平平啊，爸，你别听他瞎说。还是说吧，我都穿越了，成不了武者，几乎什么都做不了，更别说改善家里的生活了。爸，我想考5科。
看来这报名费对我们家来说还是太贵了，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这么一说啊，大家别在意哈。报名费要1万是吧？我早就听厂里的同事说了，见你一直没提，我才没跟你说。卡拿着，明天你自己去取吧。不管考上考不上，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明明家里这么穷，不仅把钱给了我，还让我不要有压力。如果我考不上5科，还有什么能报答你们的这份理解和支持啊？放心吧，这趟重生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这东西突然出现在了我眼前，这就是系统吧？以刚才在 ATM 机的实验来说，这个财富的数据应该是和我拥有的现金挂钩，不属于我的那笔钱，就算拽在手里也不会计入财富值。钱的数值太低，也没法计入。既然财富值有变化，那气血和精神应该都可以提高。系统，给我加点气血。系统大爷，我用财富值换气血，3清在上。阿弥陀佛，小兔子乖乖。为什么还是没有变化？啊！加点气血，再不加打死你！气血增加了，这就是加气血的感觉吗？1万的财富值才换了0.1的气血，只加了0.1，就这么舒服？等等，该不会……幸好钱还在，要是这1万没了，我可怎么跟爸妈交代呀？看来花掉系统里的钱，现实中的并不会减少。方平他终于疯了，真是完全没想到方平居然会来报名。气血现在多少呀？要说吗？感觉1.1好像很低的呀。我看方平啊，根本就没去查过，不然他早说了。嗨，我上次去医院测108卡，方平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肯定没我高。108卡，差这么多。要不放学后，方平你去我家测测吧，我经常测，所以我爸给我买了个小型的，不过没医院的准。吴志豪家是有矿吗？志豪，结果出来了吗？方平的气血值居然有113卡！方平，你的气血值居然有113卡！原来如此，系统和现实只是统计方式不一样。113卡，系统显示1.1，也就是说转换比例为1:100。喂，方平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你的气血可是全班第2啊，居然这么冷静啊！我听车间主任说，考5科好像需要好几万的补药。既然平平提了考5科，我们也不能不管。家里的现金就剩2万了，如果不够，我明天再去取。别吹牛了，110卡可以上5科了，你怎么可能有113卡？嘿嘿，不好意思，你哥就是天赋异禀，今年考5科10拿9稳。平平，来一下，爸妈有事跟你说。哦，来了。妈，方平又欺负我。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呢？这严肃而又庄重的气氛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平平来了，这是爸妈的一点心意，你先拿着啊。这些钱你拿去买些补药，如果钱不够再跟爸妈说。以前啊，因为我们的疏忽，差点耽误你的未来。现在爸妈一定全力支持你考5科。爸，昨晚试着提升了0.1的精神，和气血一样，同样扣掉了我1万的财富值，理解力、记忆力都提高了不少。然后我就投降卡了物理。我操，杨戬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喂，你这家伙藏的够深啊，竟然有113卡，想想我都才110卡。说你是不是晚上偷摸的训练啊？走啊，方平。果然学校这地方，只要有一个人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你干嘛这样看我？雷电里啊！你们都在这儿啊，正好拿着啊，方平，这些书你回家的时候看看，他们读5科培训班的都有。既然报了5科，就要好好考。虽然比别人晚了一步，但老师会尽力帮你的。他真是个好老师。对了，你们几个今天不用上课了，给你们个任务，这可是我找了小张好几次才给你们争取到的机会，去接南疆武大的王金阳。
好久没回阳城了，没变的。王学长，这里，辛苦大家了。他就是王金阳嘛，看上去很普通嘛。就算说他是个武者，也不过只是个刚上大学的小鬼而已。你问王金阳是谁？难道我应该知道？既然这样，就让本爱样给你讲吧。王金阳，性别男，年龄19岁，身高178，阳城人士。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淬炼身体。学长家并不富裕，可学长也没有放弃对武科的学习。在最后考试的时候，竟然以阳城武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了南疆武大，才大一就已经是武者了。你们说，世界上怎么能有学长这么优秀的人啊？欢迎王学长为您装演讲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对了，趁着这个时候，学长给我们讲讲考武大的诀窍呗。诀窍啊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武科五大关是由政史、文化、专业、体检、实测构成的，而其中最难通过的就是体检和实测。在座各位的气血都在110卡左右，想通过武大的录取线很危险。如果能调动情绪，那结果就不一样了。喜怒哀乐这些情绪一旦达到极致，都会让你们气血沸腾，特别是怒，简单又很出效果。像是想象一下受屈辱的那种感觉，想象感觉。体检过，实测也不难，无非是爆发力、持久力、身体柔韧度的考核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废物从小在药罐里长大，光有气血，其他都不行。给你一只鸡在面前，你都打不死，还想打人？杀人可比杀鸡难得多。这家伙说的云淡风轻，好像真杀过人似的。这个世界，哪怕武者也受法律束缚，没有杀人的机会。何况他只是个大一学生。哎，婷婷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不上课吗？啊，刚送一个武大学长回家，待会儿要接他去学校演讲。杀人可比杀鸡难得多。杀人，王金阳为什么能说的这么云淡风轻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杀过人。王先生，很抱歉打扰到您，刚刚传来了线报，疑犯进入了汤山，汤山贯穿2省，您在对对方逃过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对方就在原地，等我到了再采取行动。如果这次被他逃掉，上面跪下下来，那是你们的问题。要不这样吧，50万，无论生死。集中思绪，加0.1气血。糟了！好痛！上次加气血不就特别爽吗？这次怎么会这么疼？该不会是气血加多了的副作用？稍微顺一点，感觉现在体内的血脉澎湃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还要去接王金阳回学校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楼上的新主课呢？感觉怪怪的。各位久等了。学长，快来这里！哈哈，我们学校真是厉害，能请王金阳来做武科考前讲座。这有什么好厉害的？毕业生回母校开讲座而已。普通的毕业生当然没什么好问，但王金阳可不一样，他可是武者，况且王金阳才大一就成了武者，太厉害了。武者，虽然理解你们为了武科不惜一切代价，但是身体才是根本。花瓶，我不知道你吃了什么药，气血一下提升那么多，可虎狼之药不能乱用，稍有不慎必酿大祸。如果只知道依靠补药不锻炼体魄，最后也只是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谢谢王哥提醒，这就是武者吗？对气血的波动这么敏感。不知道是不是气血提高的原因，感觉运动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。果然还是得听王金阳的，加强身体锻炼才行。今天白天的人，刚刚那个感觉是杀气吗2品巅峰武者因抢劫应该是我想多了吧。杀掉同伙，警方会议。要不要去上课了？我这么可爱，万一出事了，居民我去外头。
放心吧，你也就肉指甲钳。死的臭钢铁！热心网友9527通过自制软件解析视频还原了作案工具。这把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呀，这个进来了。那把刀是楼上那个男人的。虽然刚才那只是梦，可是在锻炼时感受到的那股杀气，绝对不是错觉。一个在逃2品巅峰武者，因为躲避追捕搬到了我家楼上，会不会太巧了？该不会是盯上我了？因为钱？难道是系统？系统只有我自己能看到，也不太可能。刚才那个梦太可怕了，我可不想在现实里重演一遍。该做点什么才行？在他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威胁之前，我得先发制人。有网友说，为一个2品巅峰武者连夜封锁苍山的做法实为不妥。有专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我觉得武者的力量……那些笨蛋果然被我误导去苍山了，看来逃掉也不是问题。这个老小区没有监控，只要低调的避过这个风头就行了。是，难道被发现了？低调，要低调。您好，很高兴认识您，我是昨天刚搬来的住户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师傅，早上好。啥时候进来的？不行，不能生气，要低调。那个小兄弟，你是不是走错门了？这里应该不是你家啊。是这样的，叔，本来打算看球赛，但我家电视机坏了，所以来叔家蹭电视看。我还特地买了早饭呢，一起边吃边看啊，叔。现在麦利素持球下快攻，一路火发带闪电，发球线一跃而起，球竟然脱手了。不知不觉就跟着那个小鬼步伐走了。这个时候来，该不会是真极局派的人？太气了，打的什么烂球啊，对吧，叔？应该只是个自来熟的小鬼，避免后患，直接处理掉他吧。不行，现在正处风口浪尖，还是低调点为妙。一下打发他走得了。哎呀，这豆浆还不错。小兄弟啊，你今天不去上课吗？今天周末啊。哦，那你家人会担心你的吧？叔叔就这么想赶我走啊？没有，我这担心你呢。这也难怪，像我这样的人还真是太罪恶了。这样吧，为了叔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我的感情，就让我来帮叔打扫卫生吧。楼层低，得多通风，蟑螂螨虫入寒冬。啊，叔，操，习惯了昏暗的生活，情不自禁就把窗帘拉上了。紫外线过敏。那我帮你打扫卧室吧。谢谢小兄弟，卧室我自己来就行。大家都是男人，我懂。你懂个屁啊！等风头过去，一定杀了这臭小子！已经中午了，该回家吃饭了吧？哦，已经这个点了呀，是该回家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叔，下次再来看您。下次再来哦。操，终于走了。叔，你放的是什么呀？说，冷静一点，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。哼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活到那个时候？可恶，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什么情况？被下药了？该不会是那个时候？一直没有效果，我还以为那商贩卖的假药呢。还好溜进来的时候放了根棍子在这。真的假的？走了。
好不容易重生了，绝对不能死在这里！我太轻敌了，2品巅峰武者居然会这么强！要不是他喝了比平常人多10倍的迷药，我刚才就死定了。19万、20万，财富值没有增加，看来系统判断这些钱还不属于我。刚刚都没注意到，这家伙气血不就是昨晚楼下的那个5颗生吗？我黄斌怎么说也是个2品巅峰武者，没想到今天你栽在一个5颗生手里。喂，5颗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江户川柯南是个侦探，抓罪犯可是我的天职。喂，侦探你大爷，你他妈有版权吗？一个通缉犯就带20万现金和几瓶丹药，关你屁事！这些都是我为了突破3品境准备的丹药，没想到会落这小子手里。这样吧，5颗生，可不做个交易。只要你放我走，那20万和6瓶丹药就是你的了，市场价524万。武者世界的钱都不是什么，几瓶药而已，居然值几百万。怎么样，不亏吧？估计这个药对你现在的考试和之后的修炼都有用处。像是你手里的1品气血丹，这是准武者的必备品。再遇到一些夜以继日的战斗，这可比普通气血药管用得多。还有包里的淬火丹和护腹丹，武者其实就是一群突破肉体极限的普通人，没有岁数坚硬的骨头，不用丹药或者硬肉的内伤，一旦气血超过10级，必死无疑。考虑清楚了吗？只要你放了我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可是，一旦将我交给警方或是侦缉局，这些资源可就没你的份了。到时他们找到我，要是见我死了，你肯定跑不掉。你还年轻，之后一定大有前途，和我同归于尽，是个成师啊！这小子下的药效还真得劲儿啊，还得花点时间恢复。正如他说的，杀了他，阳城官方的人迟早会发现。放了他，万一他回来报复，太危险了。后面的事还是交给警方来处理吧。但是这里面几百万的东西一定会被收走，成为武者气血最少150卡。就算我有系统，到武者所需的财富值也不是小数目，500万能换不少气血值了。就算不换，吃这些药也能成为武者。还有什么办法能两全其美呢？找王金阳帮忙，资源对武者来说都很珍贵。万一王金阳想私吞杀了我怎么办？喂，这个问题还用考虑这么久吗？这可是500万，怎么想都是你赚了吧？眼前这个家伙不处理掉，一定会杀了我。前有猛虎，后有饿狼，只能祈祷遇见饿狼的几率是0了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在想交易之后，你是否会放了我？这是自然，你说话一向作话。我信你个邪！已经查过所有出现的地方，最少到底逃哪去了？喂，通了。喂，王哥，听得见吗？我是方平。这么晚了，不知道方学弟找我什么事？要怎么说呢？我想先问一下，王哥，你还在阳城吗？我在。其实我遇到了新闻里的逃犯，结果不小心伤到对方了。逃犯？该不会是黄斌？我在阳城认识的武者只有王哥，所以想拜托你来看。不，怎么可能是黄斌？2品巅峰武者被一个5颗生撂倒，这太……哪怕是我对上黄斌，也得保持警惕才行。王哥，你在外面站着干嘛？快请进，快请进！我还以为你不来呢。刚好在阳城，顺路而已。我先说好，要是事情太麻烦，我可帮不上什么大忙。黄斌，放心，他只是昏过去了，并无大碍。王哥，如果我找到警察处理后续问题，应该能得到一笔奖励吧？你想说什么？王哥，我也不和你打马虎眼了。我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不少好东西，价值超乎我的想象。我想私吞。私吞？你知道他被通缉的原因吗？他手上沾着的可是武者的血。所以这不是拜托王哥帮个忙吗？杀！当然，这些赃物怎么分，看王哥你安排。你是聪明人，
咱们以后肯定还有打交道的机会。有些事情我先说明白，免得以后咱们翻脸成仇。2品淬骨丹和护肤丹你用不上，我给你换成1品，之后我再转你100万现金。我现在处于突破的边缘，丹药我还买得起，可是缺这个东西，价格不菲，这个你也用不上，我就收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接下来我突破之后，收集资源比现在容易，日后你有需要可以来找我。话说开了，你要是同意，接下来黄斌的事情就不用你管，交给我就行。那就拜托了，王哥，这些你不要的东西，我就先带走了。没想到那家伙身上还有货，亏大了。现在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，毕竟这匹恶狼并不是什么都吃，财富值也在确定这笔钱属于我之后增加了。再加以练习，考武大没问题。等等，这些丹药应该有350万财富值才对啊，怎么只有240多万？难道说系统统计的是相对真实价值，而不是市场价？这么算好像就差不多了。对了，王哥，阳城这边录口供的话，放心，他没机会回，杀人巨捕，被现场击毙。是系统升级，界面和数值单位都不一样了。之前的提升都是0.1为基础，1万财富值提升10卡气血，现在数值变得更加精确了。是否能用1000财富值提升1卡气血值？还真可以，这系统还真是个见钱眼开的玩意儿。钱收到了吗？我还给你寄了东西，之后用得上。啊，还寄了东西啊？谢谢王哥。我长这么大没佩服过几个人，你算一个。这评价怪让人害羞的。起床，我饿了。你自己出去吃啊！能花你的钱，为什么要用我的呀？哎呸，妹妹我哪能丢哥哥一个人在家呀？你刚刚的心声我已经听到了哦。得负气。对不起，拿去。王金阳寄的。啊，已经到了呀。王金阳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，该不会是南疆武大的王金阳吧？大夫，哥，你啥时候认识的王金阳啊？帮我要个签名呗。咋的？你也是爱养啊？像你这样的笨蛋，根本体会不到王金阳有多火。我可不想被一个笨蛋这样说。在阳城，5个女生至少3个都喜欢，还有2个特别喜欢。我们学校大概有5000人左右，男女比例是2比3，一张签名10块钱，3000个人就是，再加上500的男粉，45，这是一个价。王金阳最棒了！你喜欢他的是这个原因啊？到时候我7你3，咱们赚钱赚到盆满钵满。哥，人呢？哎，实在不成，你4我6也行啊。喂，哥，方平，你咋走了？我们还可以再谈嘛。老王给我寄了什么东西啊？问他也没回。这个是功法，之前在网吧有查到，突破武者得满足2个条件：第一，气血高，成为武者气血最低150卡；第二，骨骼强，骨骼的淬炼不是单靠吃药就行了，还需要专业的功法。我正愁找不到功法呢，没想到老王就给寄来了。不过家门口那个小院子估计也没法修炼。老板，不了解一下吗？绝版楼盘，现在购买可免去公摊面积费用。观湖苑不仅交通便利，生活快捷，户型也是市面上最好的。这套复式楼总体面积大概在230平米，预估价格86万。这房子不错，就是价格高了一点。如果先生觉得这套精装太贵，我们可以去隔壁的毛坯房看看。本来只是在路上随便拉人推销一下，没想到真来看了。哼，看上去只是个学生，穿着也不像富二代。不用看了，不全款有优惠吗？恭喜本地用进入要外给你12路人的老板喜提新房。现在签合同不仅有95折优惠，契税、维修基金也都全免，交付20%的定金，我还可以向领导申请再减免一部分房款。今天看见老板第一眼就知道您一定是个年少有为的人，所以也只有这套房还配得上如此气质不凡的您啊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呢？这是精装房，您什么时候入住都可以的。对于全款客户，之后的手续由我们为您办理，就不用再为后续操心了。有钱真好啊！没法和爸妈解释房子的钱从哪里来的，还是先不和他们讲比较好。现在训练的地方有了，再去买点家具和健身器材。开幕5公里，竟然能感受到强烈的风压。现在我们把镜头给到2位宗师的交战中心，原本茂密的林区已经变成漫天尘土的战场。开幕的霹雳的镜头又无所下人了，太震撼了！马宗师反击，用的是他体力水招换马奔腾。哇，小心碎石！马公司的开幕也太猛了！
听说这还只是切磋，不是生死斗啊！这根本就是人形 RPG 嘛，杀伤力和核弹差不多了，这说不定还不是他们的全部实力。刚才出了点意外，没想到我们站这么远，拍摄都会被波及到。如果我们是3品武者，刚才可能就丧命了。有一天我也会这么强吗？宗师，我当定了。亲爱的，这个沙发挺好看的，我们买这个吧。靓女好眼光，这沙发可是上等品，现在做活动只要79999。8万，我们再考虑一下吧。你说你爱我的，你骗人！买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这款已经被那边的靓仔定了。妈，方平这么晚还不回来，一定是在外面偷吃好吃的。待会儿你一定得教训他才行。你哥不是在电话里说了吗？快5科考了，他得抓紧修炼。胸要平，背要圆，头顶悬直线。胸要平，背要圆，头顶悬直线。人体结构是由206块骨骼为基础，其中颅骨29块，躯干骨51块，四肢骨126，以及血肉、经脉、内腑组成。而武者，两者必须相辅相成，不管是武者还是非武者，想要更有效的淬炼骨骼，都可以通过淬炼法配合装功的方式。王哥，如果气血和骨骼强度都无法增长了，是不是可以考虑突破武者？没错，淬炼法如果能配合装功，淬炼骨骼效果也会更好，当然难度也会更高。哦，1品境，主修上肢比较稳妥，中规中矩；主修下肢，能站能跑，下盘稳健。那王哥，我淬炼下肢什么装功合适啊？马步桩，这是淬炼下肢武者的首选。不过淬炼下肢有点危险，一旦受伤，容易出现跛脚现象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对等条件下打不过也跑得过。好无耻的想法。方平，有些事我必须再提醒你一句。你气血不错，5科体检没问题。修炼淬炼法和装功，你气血上限会提升，但你实际气血会大幅下降，体检关也就更麻烦。一旦大脑附近的主脉络受伤，你很可能错过这次高考。不就是错过高考吗？复读1年也可以啊，只要突破第一次修炼，就能大幅度提高。前提是不去作死冲击主脉络，就绝对没问题。第一次修炼成功，跟王哥说的一样，气血和精神都下降了。气血精神提升啊，不仅恢复了，连上限也提升了。用系统恢复气血和精神是没有消化期的，别人3天修炼1次，得嗑10万多的丹药才能把气血补回来。我只要身体能扛住，多少次都行。哈，按这个速度，说不定我很快就能追上老王了，甚至更强。洛婷，瑞阳今年也没有武者考生。我要是没记错，算上今年刚好10年呢。这10年啊，瑞阳市都没有出过武者考生了。你说教育拨款都用到哪儿去了呢？若不是去年阳城的王金阳在南疆武大表现优秀，瑞阳市教育局可以彻底裁撤了。瑞阳今年气血120卡以上的学生若未达到100人以上，那么金局长接下来就要往地窟一行了。训练的线是112卡，听说今年会更高。我们现在的气血只有110卡的样子，根本没机会啊！放轻松，待会儿想想王学长教的气血爆发技巧，你们肯定没问题的。对呀，还有我家金阳大宝教的技巧呢。哦，没问题的。对了，方平，你现在有多少卡了？我现在还没。小同学，你就是方平吗？哦，有事吗？您不是教育局谭副局长吗？啊，我有点事儿想和方平同学谈谈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谭叔叔单独找我，一定有重要的事吧？您不妨直说。那我就直说了。咱们瑞阳市总共有5县3区1市，阳城市作为县级市，每年的5科考达标人数都是各地教育局考核指标，是重中之重。这次我们和新河县、安平区分在了一个体检点，这一区一县一直视为阳城眼中钉。方平，你的气血在120卡以上。
待会儿要测了才知道呢。谭叔，一个教育局副局好羞我干嘛？啊，之前我见了王金阳，他跟我提到，能得到王金阳认同的人一定不简单。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我希望你能在考核之前爆发气血，压过他们。你应该知道，情绪对学生们气血的发挥有很大影响。身边都比自己差，那当然信心满满。检测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，可身边的人都很强，信心遭受打击，还是紧张不安，情绪操控气血，这样是无法发挥出应有水平的。可这事儿也太不地道了吧？况且在测试前爆发气血，对我体测也有影响。你放心，事成后市里面会补偿你1颗气血丹，那丹药可值几十万呢。这在于敢争必争，同情你的对手可不是武者的风格啊。武者不争吗？行，我试试。120、130，不止，这小子的气血可能更高。好疼！张楠，现在啊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想当武者。你给我道歉！志豪，明明是你们不长眼睛吧？一堆乡下土包子，只会大声嚷嚷，故意的吧？哎，缺少社会毒打的中学小屁孩，这么不会说话，以后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啊！哎，方婷，哥要替你爸妈教教你什么是社会的说话之道。谈不上气了。又会赶上武者了，王金阳那家伙到底怎么样？这小子，老谭，那个少年是你们那边的吗？刚刚那个气血爆发，吓得我喘不上气。看我手都还在发抖。听说是杨成一哥的侄子，这高人也太夸张了。学生，知道是谁这么强？谭叔，方平，吃下这颗1品气血丹，成为极限准武者吧。哦，谭叔，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。1品气血丹药效太强，非武者碎骨没完成，吃了它不仅身体太大，甚至可能还会送命。没事的，你基础扎实，只要服用1品气血丹，临时检测达到极限准武者的标准，149卡就行了。不行，这风险太大了。这可是瑞阳教育局金克明局长的要求，拒绝一个3品武者的人情，可没什么好处。这老狐狸竟然还威胁我！3品武者，我听说我王哥最近也突破3品了，要不打个电话问问，看他怎么说。抱歉，我实在是被逼急了。方平同学，再帮叔叔一次吧，条件都好说。只要给我提供2颗1品气血丹，再加200万现金，我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搏一次。金克明现在都快气疯了，哪怕方平条件开再高，他也不会拒绝。行，条件我替金局长答应了。好，咱们一会儿见。对了，谭叔，可以说我要求3颗1品气血丹，等下给我2颗就行了。你们真的是高中生吗？居然还想着给我好处！这一批还是没有120卡以上的学生吗？找到方平了，马上把方平的监控调出来。是，进去。没想到这么个小气血仓，里面还安装了监控，看来还是得装个样子。我有系统，所以并不需要用到1品气血丹，只要用普通气血丹糊弄过去就行了。这感觉和之前不一样，虽然只是普通气血丹，这丹药里的气跟系统非常互动，根本不需要再费心。要是拿我好处，却达不到极限标准，我会放过你。刚刚教育部公布了这次的气血标准，115卡，这么高，那让不让人活？开什么玩笑！去年112卡太高大了，我还以为112卡就是极限了，居然115卡，完蛋了！还是之前的话啊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所以大家也别太紧张了，先安静一下。接下来公布过关同学的名单：刘若琪115卡，马冬梅112卡。喂，方婷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？这次可是115卡，115卡很高吗？你这不废话吗？你觉着你这次能有多少卡？哦，149卡吧。你这种苦中作乐的心态，还真让人羡慕。我是真的。杨健116卡，
吴志豪120卡，方平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恭喜方平同学以149卡的优秀成绩获得瑞阳市第1名。方平谁啊？我都不认识啊。是我们学校这届的5科生，好像是吴志豪他们班的。149卡气血，也太流传了吧！方平，你真的考149卡啊？老师都说了，你还不信？以上就是这次体检通过的全部名单，没考上的同学不要难过啊，明年还有机会。散会。为了我考5科，家里一直省吃俭用，现在可怎么跟爸妈交代啊？5科果然不是一般人能考的。想想之前回复气血用掉的几十万财值，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。张楠，一直忍着很辛苦吧？为了5考，这不敢吃那不敢吃。我记得你特爱吃薯片，走吧，带你去买好吃的，我请客，随便拿。方平，既然有人请吃东西，那就好好的嗨一把。张楠，以你的实力，明年5科考一定没问题的。大家，冲呀，买好吃的！哎，同学啊，不觉得5科考不公平吗？只要没考上，就一辈子都是下等人。我们凭什么要遵守他们制定的规则？2012年，武者会让世界走向毁灭，而真神会带领大家拯救人间。哎，加入我制裁那些以宗师为首的特权阶级。这谁呀？这人感觉不太正常，咱们绕道吧。赞同。哎，同学，先别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放开我！别担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真神会善待每一个善良的人。他不是说了放开他吗？这是邪教吧？在街上这么猖狂的拉人，也没人管管吗？方平，别管他了，咱们快走吧。哎，不想了，现在没必要，也没资格去操心这些事儿。现在我需要关心的只有明后天的实测和专业考。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那个气血特别高的学生。哼，气血高的都是武者种子，未来的特权阶层。这些特权阶层啊，都他妈该死！对，这些人罪无可赦，已经无法救赎了，只有靠我们来清洗他们的灵魂。其他学生交给你们，这孩子交给我。什么情况？小同学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离开之前，先把灵魂祭献给真神吧。好痛！淬炼了上肢骨的武者，脸上的符号和昨天的邪教是一伙的。这群家伙是要报复我吗？哼，好痛！但没学战法，这样完全是靠身体素质在硬撑，是单纯的制造骚乱。这他妈是要杀我！地面打穿，这是极品武者。对付2品黄边，是因为提前做了准备。真神慈悲，我怎么会死在这里？没想到这群家伙竟然跑到考点来闹事。同学，没受伤吧？操！一拳能把人打成这样，好恶心！没事吧？谁第一次见这种场面都会犯恶心的。好点了吗？你是什么人？侦缉局的。那他们呢？一群疯子而已。别开玩笑啊！这事儿难道就一句疯子闹事就完了吗？刚刚那人是想杀了我。瑞阳现已派出军部和侦缉局进行全市清扫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。方平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咋这么多血啊？受伤了吗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老谭放心吧，他没大碍。不过话说，这个方平就是咱们瑞阳气血第一嘛。老张，一路上我看见好多你们局的，这次并不是单纯的暴动啊。是啊，这可不是他们第一次袭击预备武者了。这群家伙对武者世界可算是愤之入骨啊！预备武者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群还未接触战法的特权阶级，是他们宣扬灭世说最好的攻击目标。不过这次没想到，他们竟然会如此大张旗鼓的在考点闹事，而且其中还有个是武者。竟然还有武者？就是刚才袭击方平的这个。还好有你这个副局长出马，不然咱瑞阳可要损失个天才啊！什么？就一个武者，还让我遇见了？这次也许是碰巧，万一下次再让我碰上了怎么办？可恶，还没进入武者世界就这么凶险，这小命都保不住，怎么成为宗师啊？报告张局，创世教已全部抓获，击毙3人，学生里20人重伤，其中6人骨折，可能……怎么？
可能上不了武校了。老张，你先去忙邪教的事儿，这边安抚工作就交给教育局。方平同学，你真的没受伤吗？给你纸巾，快把脸擦擦。你要受伤了，我跟王金阳可不好交代啊。谭叔，可以给我说说关于战法的事吗？怎么，你想练战法？我还要更强才行。等你上武大，成为武者后，学校自然要教的。不过像现在这种和平年代，修炼那玩意儿也没多大用。这话怎么讲？马宗师、太母，还有刚刚的邪教和侦缉局的，他们都不会战法吗？啊，你也不用太惊讶。其实现在更多的武者不修战法，只是淬骨和运养气血。况且以前学的战法，现在也用不上。像这次遇见闹事儿，也由他们侦缉局处理，和我们没啥关系。像叔这样当个气血武者，做做文职挺好的。不然像他们侦缉局的，成天打打杀杀，指不定哪天命都丢了。跟我来，带你去洗洗，找套新的校服换上，一会儿送你回家，顺道拜访一下你的父母。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老王干嘛去了？电话一直打不通，还想请教一下偷武者的事呢。怎么，家里没人接啊？没。这几天忙着考试，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没想到老谭和金菊还真把这钱给我了。对了，气血实测那天干得不错，市里啊就提前把奖励款拨下来了。别垂头丧气的了，好好干啊，小子。碰拳了！我可是很看好你未来的发展的。这是自然。不愧是王金阳培养的人呐，心气果然高。邪教的事情告一段落，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。再纠结也不能改变什么。就像老谭说的，现在的我得向前看。恭喜平定，气血强势第一！打扰了。你谁啊？爸妈，方圆。平定。这位是阳城市教育局谭副局长，是他送我回来的。教育局副局长。这孩子也没说您要来，咱什么都没准备。我现在出去买点哈。嫂子不用麻烦，我和哥聊几句就走。老哥，教育局副局长亲自送回家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来干嘛。贸然来拜访方哥家，还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没有的事儿，我叫您哥才对呀。其实阳城教育局那边对方平同学的家庭做了些了解，您和嫂子把方平培养到现在这样，一定很不容易。如果您愿意，我想聘请您到教育局当保安，月薪5000加五险一金。月薪5000，这怎么？这不很好吗？是啊，爸，你就答应谭叔的提议吧。行，我还有事要处理，我就先走了。留下吃个饭再走吧。不用，你们一家人呐，好好聚聚。谭叔，我送你。这谭局长也太好了吧，亲自送哥回来，还给爸安排工作。老方，咱之后得安排一桌，请谭局才行啊。我看行，等平平5科成绩出来之后就行。爸妈，明天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教育局奖励了我们一套房，明天就可以去看。走。哇塞，好大呀！竟然还有2楼，我要去楼上看看。你小心点儿，别回头摔了。这活大半辈子，我还第一次见到奖励住房的。是啊，连家具都买齐了，得花多少钱啊？平平啊，这房子真是教育局奖励的啊？这个呀，要不还是告诉他们这是我买的。送房子这种谎话，换谁都不能接受吧？孩子他妈呀！你看，这是现在市面流行的液晶电视啊！哇，这么大的电视机，以后看《丑女无敌》一定很棒。已经接受了。爸妈，这房子是教育局破例给的，所以可别说出去了。我懂。不是武者就这么好福利，要真成武者了，我都没法想象。哇，楼上还有花园！真的假的？我来看看。我也要去看看。紧急插播一则新闻：今日14点28分，西部地区发生8级地震。对啊，房屋前那个事件，今天发生了大地震，3人死，73人受伤，1人失踪。我记得之前的死伤远远大于这个数，并未造成。难道是武者之力的作用？已奔往灾区积极展开救援工作，宗师坐镇，积极救援，灾区同胞积极配合，一起重建美好家园。
武者也不像老谭说的那么没用吧？这不救了很多人吗？我已经踏入武者世界，没有回头路了。只要一直变强，就绝对没错。老王的电话。嘿嘿，王哥，这几天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你还好吗？这几天一直在外面做任务，手机不方便携带。哎，我看你短信说气血149卡了，考得不错嘛。这也是王哥指导了不少嘛。你找我应该不是为了听我几句措辞吧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王哥，你这话说的，其实前几天我已经完成了骨骼初步淬炼，气血已经突破150卡了。那你要突破武者吗？不，我还没做好突破武者的准备呢。现在气血提升速度和骨骼酝养进度都变慢了，所以想问问你关于战法的事。你不是说要以实战为主吗？我想修炼战法，但又无人指点。战法是很重要，可现在修炼并不是最佳时机。150卡是普通人突破武者的极限，却不是我们追求的。非武者阶段，气血酝养越高，对以后越有帮助。我能迅速完成4肢骨淬炼，就是因为基础气血高。现在的不仅突破了150卡，还完成了第一次骨骼淬炼。如果现在练战法，对以后并没有太大帮助。为了长远的目标，2次淬骨，方平。2次淬骨。现在你是不是感觉淬骨速度变慢了很多？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买些强身液来泡澡，能让你淬骨的速度加快。强身液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很正常。强身液一般只有气血肉体强度都达到了极限的人才会用，适用的人太少了，所以阳城一般买不到。这样吧，我从学校这边给你兑换一些技术去，3瓶50万，一会儿打我卡上，先挂了。50万？等等，王哥，不是要送我，而且好贵。不过这个世界和武者有关的，什么不贵呢？现在得抓紧好好修炼，这钱可不能浪费了。系统搭配强身液，1个月时间，气血上限竟然提高到了170卡。3瓶强身液花了50万，系统给的估价则是60万，差价系统会自动弥补，这波还赚了10万的财富值。以前的丹药一般都按照市场价的2/3估价，3瓶强身液的市价恐怕达到了90万、30万一瓶。看来倒卖丹药是赚财富值的好路子。洗了1个多小时了，快出来，我要上厕所。你们这样，我根本没法查成绩。哎，这不也是关心你吗？真没用，让我来。这分数上个普通武大没问题吧？这分数岂止能上普通的武大，上2大武校都没问题。嘿，小子，太给我们方家长脸了！辛苦了，萍萍。老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哎，谢谢啊！想让我们这不刚出成绩吗？志愿还没填呢。只是出了个成绩而已，也太开心了吧！短信，我已经到阳城，见一面吧。来了。好久不见，王哥。你还带了你妹妹来啊？长得真可爱。这是我老师的女儿，妮妮。老王这是什么操作？出门带老师的女儿？妮妮你好啊，我叫方平。真没礼貌，还是我家圆滚滚可爱点。妮妮，你先去那边玩，师兄和这哥哥聊会儿天，好吗？王哥现在是开始兼职保姆了吗？别开我玩笑了，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需要知道。看你的样子，已经完成2次淬骨，怎么样？切磋一下。切磋就算了，这不最近才练成啊！我连武者都不是，切磋不就是白打？没有战意，怎么当武者？这就是你站稳劲的装功吗？腿部无力，框架松散，这一点外力都站不稳，怎么练战法？王哥先检验我的修炼成果，下手也不用这么狠法。老王还练了腿法，不愧是3品啊！反应倒挺快，还不是多亏了王哥的提点。这是你自己的努力，我无关，过分的谦虚也没必要。4月初我们第一次见面，那个时候你其实很平庸。当初黄斌的事结束后，我虽然知道你有才能，可我没想到才过了2个月，你就能完成2次淬骨。你的天赋和才能真的很让我惊讶。王哥，你这么夸我，我会膨胀。所以，糟糕，我希望你能加入江南武大。啥？
江南武大。作为江南武大武道社社长，我可以帮你争取3品之前资源全免。3品之前资源全免？3品之前光淬骨丹和气血丹的花费得上千万吧？不过还是看你选择，以你的资质是可以上2大武校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可以上2大武校了，他们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当然，名校之所以是名校，自然要比普通武大好得多。首先就是资源，华国每年给2大武校下拨的资源都是天文数字，其中毕业的强者和名人无数，也给予母校强大的财力支持，因此他们能在学生突破1品时免费提供淬骨丹、气血丹。免费提供，每届新生就有数千名，花费至少8亿，2大武校也太财大气粗了吧？除去学校补贴，剩下的资源都只能靠自己争取，所以武大的任务量就非常重。还记得上次帮你处理的黄鳖吗？其实那正好也是阳城这边提供的任务，可这种任务对于江南这种普通的武校来说很少，有时候还会面临没有任务可接的问题。但2大武校不同，一个位于政要中心京都，一个位于商业中心魔都，都是大城市，任务多到数不清，奖励也丰厚，甚至连送东西的任务都有。总之，只要你有能力，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。至于第3点，也是大家真正向往的2大领域，还有，这也是普通武大怎么都追不上的师资力量。江南武大老师最低要求3品，4品才能成为导师，5品以上就能成为校领导。2大在这方面等级就是完全翻了1倍，4品是最低要求，5品、6品的导师更是不行。据我所知，魔都武大宗师就有4位。像马宗师那样的人形火箭炮，魔武有4个。不过这些都是外在条件，关键看你自己。是金子，在哪里都会发光，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妮妮，回去了。方平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来南武。到3品之前，光淬骨丹和气血丹花费都得上千万了。老王能开这个价，看来是真的很想我去南武。可是2大的综合水平更适合未来长远的发展，到底选哪个呢？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别丢三落四的。带齐了。哎，钱不够啊，就给爸打电话，爸给你打啊。圆圆，你哥都要走了，也不跟他说几句。妈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圆滚滚，我走了，在家要乖乖听话哦。快到点了，我得上车了。我才能告诉那个姐姐你所有的。哎呦，照顾好自己。臭丫头。魔都是华国的商业中心，广纳百川，包罗万象。即便是没有背景的普通人，在这里也能靠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。好多武者。先生您好，可以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吗？好的。铁路公安。设备上显示啊，您的气血是199卡，但没有做武者登记，所以您现在是不能在魔都自由活动的。啊？可我不是武者。什么？您不是武者？我是魔武新生，提前来魔都熟悉一下环境。大一新生气血这么高，也太牛叉了吧！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先给你做个登记哈。原本武大会统一在开学前几天安排好的，既然您是自己提前过来，我带您去办张临时武道证吧。武者作为超越普通人的人形武器，和自走热武器没多大差别，所以魔都才会这样加以约束。不愧是大城市，审查还真是严格。武道证和身份证还蛮像的嘛。魔都的生活越来越让人期待了。这就是魔都武大，门也太大了吧！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魔武新生吧？请问您是？魔都武大兵器学院大3学生秦凤清。原来是魔武的学长啊！秦学长，你这在公共场合舞刀弄枪的，太危险了吧？不愧是2次淬骨的小学弟，专攻练得不错嘛。你叫什么？方平。2次淬骨的新生，果然只能来我们魔武。相信我，你选择魔武是没错的。一眼分辨出我是2次淬骨，不是1品武者。这家伙的实力很强。刚刚那家伙的口音好像有点耳熟啊，哪里的口音来着？算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这次换了一些淬骨丹，应该能将躯干骨淬炼完成。等老子躯干骨淬炼完成，一定平了你江南武大道社。
到了。怎么回事？跟大门比起来差好多啊！打扰了。新生，老师，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和舞蹈证。现在就来报名？学校这边还没安排好呢。往常新生啊，最多也就提前3、5天来，你这倒好，提前1个月。我对武大一直很向往，就提前来看看。这办事态度也好差。你这来看看，可增加了我今天1倍的工作量。真是麻烦老师啊！哎，学校宿舍没开，你自己去找住的。方同学，你先休息会儿，我马上安排您入住魔武宾馆。这态度变得是不是太快了呀？方同学，有没有突破武者境的打算？我现在就可以通知学校安排导师协助。现在还没开学也可以啊？当然，在武大，实力等于待遇。你可是2次淬骨的极限准武者，在新生中绝对算天才。你要想突破武者，学校这边肯定会安排导师守护的。如果我没有完成2次淬骨，在150卡的时候想突破，学校这边未必会做安排。张姐，我到了。看到了，方同学，这位是魔武宾馆的客房部经理李承泽。一听到有大佬，我就赶紧跑过来了。您就是2次淬骨的方先生吧？真了不起。谢谢。方先生，之后入住了魔武宾馆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李经理，行李我自己来就好。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太夸张了，我居然还有豪车接送啊！私人健身房、开放式厨房、简约轻奢、阳光大套房，这真的都是免费的？魔武宾馆主要就是给学校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服务，所以在宾馆的吃住行都是免费的。这房间也太好了吧，什么都有。因为方先生是2次淬骨境，所以住的房间稍微比其他人好一些。方先生，您先休息，我不打扰了，有需要随时找我。好，谢谢李经理。这就成了特权阶级了。这几天在宾馆的吃住行，估计得有好几万了。有特权真好，节省了一大笔开支。但最近准备3次淬骨，还是花费了不少财富值。按现在的修炼消耗，以后对财富值的需求会越来越大。像黄斌、金局那样的机会，完全是靠运气碰上。要有源源不断的收益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：开公司。虽然2个世界架构不同，不过发展趋势还是一致的。未来必然是朝着互联网+的趋势发展，网购和移动支付将是未来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可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技术和金钱的投入，实现起来非常困难。08年阿里集团虽然名气不大，可实际规模已经不小。马腾更是传闻突破到了7品，我的现金只有160万，开网购公司根本不现实。如果是做快递公司呢？技术含量不高，起步不难，后期收益高，就是他了。要在魔武附近开公司，得找一个熟悉周边情况的人帮我管理。最近接触比较多的也就只有……你自己这他妈的怎么吃啊？可是我刚刚端来的时候还是干净的。你的意思是要讹你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马上为您换一份。换什么换啊？没胃口了，叫我们宾馆总经理来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总经理有事出去了。立刻，马上让你们总经理滚到老子面前来！闹事儿的，这种人真烦，教训一下吧。先生您好，我是魔武宾馆客房经理李承泽。李经理，先生，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老子要的是总经理，来个客房经理陪老子睡觉吗？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菜里落了根头发。可是咱们宾馆有规定，所有工作人员头发禁止过肩，这会是谁违反规定呢？一定是你们卫生部达标，就要投诉你们。可以的，给您与这位女士带来了不愉快的用餐体验，非常抱歉。为了维护你们的消费者权益，我会把头发送到魔武检验科分析一下 DNA， 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不要了，我先去忙了，李经理。李经理牛叉啊！方先生，让您见笑了。每次给我行这么大礼。李经理不是武者，能在魔武宾馆担任经理一职，想必工作不少年了吧？说长不长，刚好8年。我想魔武刚毕业的学生职位都比你高吧？有想过成为武者吗？有，其实我一直在攒钱报武道培训班，只要能成为武者，待遇会比现在好3、4倍吧。那得什么时候啊？4年、5年？那个时候你30几岁，气血下滑，撑死了1品。
那也不错啦。3年内，我能让你不花任何代价的成为武者。李经理，想跳槽吗？嘿嘿嘿。方先生，您说的这个快递公司确实很有前瞻性，可公司的未来我不敢确定。您现在要买的不仅仅是我现在的3年，可能还会耽误未来几年的修炼，这代价可比成为武者还要大。而且，万一我没能达到您的预期，这责任我可不敢承担。李经理，你太谦虚了，在我这里没必要。我看中的不只是你的才能，还有你在魔武这8年积累下来的人脉。我是魔武的学生，也是2次淬谷的准武者。我有把握在大2之前进入3品，3年达到中品境。到时候我让学校安排你成为这个宾馆的总经理。这详细的商业规划就不说了，还有超出年龄的对话方式。我等了这么久，说不定这真的就是我咸鱼翻身的机会。我现在是有求于你，你愿意帮我，那就是雪中送炭。一个未来中品武者的人情不值钱吗？方总，很乐意为你效劳。还差一点儿。3次淬谷完成了，气血上升了6卡，精神力上升了10克。3次淬谷的效果很不错嘛，就是消耗太大了。花了1个月和将近200万财富值，好在公司全交给了李承泽打理，帮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3次淬谷的优势是后期淬谷速度比2次更快，还是非常值得的。重点是我做到了老王都做不到的事情。接下来就等明天的开学了。魔武新生宿舍是按入学成绩分成4个区。那个人是1区的，好厉害！听说1区全都是武者呢。当然，我被分到了条件最好的1区。这里与其说是学生宿舍，不如说是高档精装房更贴切。虽然在魔武宾馆享受了1个月的特权，但看到这个，不得不再感慨一下魔武的财力。哦，舍友，你好，我是住你对面的富商鼎，认识一下吧。帅哥，长得帅，名次还在我前面，但让不让人活啊？你好，我叫方平。哎，听你的口音，你是南疆人呐？那你一定认识王金阳喽？一个高中的学长，你认识他？他可是咱们新一代武者的标杆呐！听说去年他以1人之力横扫了整个魔武1品境的学生。说起来，前几天他还在我老家京都大学闹了一场。他刚去京都的第1天，踢了8家武道培训班的馆。要知道，那些培训班可都有中品武者坐镇的。对了，下午去实训大楼门口集合，别忘了。老王也太强了吧，我可不能落后了。哇，听见王金阳的事就爆发这么强的气血，这第2次淬谷，不，他可能更强。喂，各位同学，请安静一下。大家都安静一下。你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小鬼，都给我站好了！好强的压迫感，这人的气血非常强。自我介绍一下，俺是兵器学院院长王景，是这次新生分学院的主持。新生分学院？你们面前的这栋大楼，就是今天分学院的场所。第1层代表学习政治文化的文科学院，第2层代表研究弹药、兵器、功法的制造学院，第3层代表军事策略的战术指导学院，第4层代表以实战为主的兵器学院。5分钟后，全员进入大楼，到达自己想去的学院楼层。1小时后，楼层封锁，留在哪一层就是哪个学院的学生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录取的时候直接分不就行了，何必弄得这么麻烦？每层楼不能超过400人，如有超出，该楼层所有学生集体扣除30学分。提醒一下，魔武新生基础学分50分，什么概念呢？1学分等于3万现金，3学分可以在学校兑换1颗普通气血丹。50分直接扣掉1大半，太凶残了吧！30学分，那就是可以换10颗普通气血丹了。开学第1天就搞得这么刺激？不用慌，学分没了，魔武会提供任务给你们赚学分。不过那是你们成为武者之后的事情了。
果然，魔武的考核不可能那么简单。哎，方平，想不想和我搞点事情？兵器学院是整个魔武资源最多、师资最好的学院，想必一定会有很多人去冲4楼。老实说，以我俩的条件，合力打通4楼不难。所以我们去兵器学院是铁板钉钉的事儿。这可不代表我们能得到好的导师指导。怎么说啊？每年的新生分学院，魔武所有导师都会观看，他们会从中选出中意的学生来指导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在这次分学院上出风头，引起导师们的注意。引起注意？之前也听老王说过，选择一个好导师很重要。如果能引起所有导师的注意，那导师还不认我选？咱必须合作啊！你这表情可不像个正面角色。魔武校长曾经说过，真正的武者就是要去争去抢。那么大家尽情的享受成为武者的第一课吧。这届新生体格都很不错嘛。你们这些享受安定生活的人懂个屁！这就是些无有气血的小娃子。大家都是这时候走来的，何必这么严苛呢，黄院长？现在地库越来越危险，一批批精英战死前线，这点水平的新生根本不够。你还好吧？你毕竟武者好厉害，怎么根本上不去啊？可恶！喂，大块头，4楼人还没满，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去？大家都是同学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！认清现实吧，没有140卡器械，不配上4楼。没有140卡器械，不配上4楼。这家伙气血比我们高太多了。这么快就晕过去了，还以为4楼的人很厉害呢。风平，他们都在看这边，这风头抢得不错啊！我来魔武之前，所有人都说2大天才如云，所以我放弃了江南5大的1000万奖励，选择来魔武。可我没想到，魔武的学生竟然如此孱弱，魔武根本配不上称之为名校。全体学员听好了，打败这堂堂家伙的人，奖励50学分。只是想吸引一下导师的注意，这下可麻烦了。风平，你刚说的太过分了。怎么样？干他们，还是和他们一起干我？群殴1个人算什么本事？2个人单挑全部，输了也不丢人。院长击败了我，奖励50学分。那我击败了他们呢？非武者1分，武者5分。王院长真是吝啬。不过总比没有强。你还真是。喂，吴长鼎，说这家伙是一武的吗？哦，唐松庭，没想到以你的能力也能来魔武啊！说什么？也好，今天老子和方平2人挑了你们这群废物。这方平和傅昌鼎什么来头？傅昌鼎，京都小有名气的公子哥，2次淬骨的1品武者，现右腿骨已全部淬炼完成。公子哥。到了魔武，屁都不是。至于方平，南疆阳城普通人家，2次淬骨非武者，是瑞阳市第1。这家伙恐怕不止2次吧？看他的状态，我估计有3次淬。南疆阳城人，不会是阳城一中的吧？根据他的档案记载，确实是阳城一中的。阳城一中，怪耳熟。我记得去年来魔都闹事的问题儿童王金阳，也是那学校毕业的。刚刚这个叫方平的，不是说南武花大钱招揽他吗？这其中会不会有王金阳在中间做媒？老徐说的没错，这方平和王金阳的关系恐怕不简单。太弱了！你们这不是明摆着给我送分吗？1滴百对气血的消耗比我想象中大好多。好快！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。站住啊！总共没白练。50分，收下。糟糕，体力已经跟不上反应了，躲不开。先补充。
好险！还好我有系统，下居然花了这么多财富值，得省着点花。气血突然恢复。雪梅、于西，亚比克站着，打他！居然亲我的脸！这方平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么久气血也没见下降。是啊，咱们根本不是对手。要不是我有挂，恐怕早就被那几个2次淬火的武者干倒。副长鼎，不要和武者硬刚，浪费气血。非武者也算分，人多干一个算一个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人太多了，一次就来10几个人，气血根本来不及恢复。这风头抢的也太狼狈了，我要的是群攻，不是围攻啊！又是2次淬火的武者，这次试着接下攻击看看。全长不长眼了，都别用在一起。杨小曼、赵水梅一人带一队，轮流攻击方平。陈云熙和唐松平带一队牵制副长鼎。不是吧？我刚吃丹药，气血还没恢复呢。方平，先帮我挡挡，等我气血恢复。逃不开手，自求多福吧。你这家伙，要不是你，别打脸啊！天啊！听说4楼打起来了，没想到这么激烈。财富值居然花了这么多！我操！你别过来啊！我们只是看看，不是4楼的。是啊，我们是文科学院的。没错没错。院长又没说其他层的人不能打。既然来了，就都算分。这届新生挨揍的有点多啊。哎，你看那人什么情况？怎么叫这苏白油呢？得了吧你，都被揍成这样了，别逼逼了。苏导，你这个家伙咋没做那么肃杀？因为我很强啊。孩子王再厉害，也只是孩子王而已。王院长，接下来我们要去……这就是宗师境的威压吗？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像他一样强的。不，我要比他更强。兵器学院新生到1号操场，战术指导学院新生到2号操场。怎么不说学分的事儿啊？是不是院长觉得丢人，所以学分会在学院分配之后统一分给你们。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儿，用不着院长这样的宗师来办。导师，我们错了。你干什么呀？6品巅峰，号称院长之下第一人的狂师唐风导师啊，得罪他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这次分学院表现不错，杜昌帝。啊，不是我吗？面对众多学生的围攻，依旧战而不退，的确有几分我魔武风范。他那哪是不退，根本就是退不出去吧？这导师是不是眼瞎？至于方平，我讨厌过于滑头的学生。傅昌鼎待会儿选导师，可以直接到我这里来。谢谢。导师，你别生他气，唐老师就是以横冲直撞闻名的。不生气，以后我一定会让这唐狮子后悔的。现在开始，大家自由选择导师，但请看好导师面前的条件。每个导师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，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虽然很多导师都要求是武者才行，但以我3次淬火的条件，去哪都不会被拒绝。可选谁呢？傅长鼎，你想好选哪个导师了吗？选谁啊？选谁啊？你慢慢纠结着吧，我自己看看啊。无敌，这名字真够霸道啊！怎么没听说过？是魔武星导师吗？这要求也太具体了吧！都是刚才分学院打得最厉害的那几个，看来没我们什么事儿。还有17学员的名头，这大姐也太牛叉了吧！方平，来我这儿，我保你在学校平安无事。啊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王金阳吧？我想应该没人不认识他吧。那家伙去年来魔武打伤不少同级生，以你和王金阳的关系，你以为你能安全的度过大学生活吗？你也不想天天面对那些对王金阳嫉恶如仇的师兄师姐吧？魔武的学生没那么小心眼。如果他们只是同乡也就算了，可王金阳是方平的半师呢。狮子头，
你敢保证你的学生不会记恨？武道之争，同级败北，这是大仇。王金阳一天不败，他们不会罢休的。但如果方平你被他们欺负，招呼一声，你导师我有宗师找，从南杀到北，不带眨眼的。宗师，你自己胡闹没关系，别拿学生的前途当游戏。狮子头，你说的不外乎是我的学生做的任务危险高一些，这点我不否认。可既然选择了武科，就要学会争。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，和王金阳一样，家境普通，家里没有一个武者。既然你拜师是王金阳，那你应该清楚，你们这情况想在武科上有所造诣，远比其他人难得多。但我不一样，我在丹药制造公司有股份，丹药给你随便吃。丹药随便吃，丹药随便吃，丹药随便吃，那得省多少钱啊？怎么，以为我在骗你？这是10颗普通气血丹，就当见面礼吧。这无敌也太大方了吧！出手就是10颗气血丹，这价值可有100万。那跟着他岂不是能捞到不少好处？那导师，以后我就跟您学习了。这是我宿舍的门禁卡，有什么武道上的问题可以来找我。你可要对你的学生负责。这几年你带了12位学生，还没毕业就伤亡过半。伤亡过半，不劳你费心，我有分寸。希望如此。这彭师的怎么不早说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雪梅，吴导师，我可以选您吗？当然了，欢迎你加入。赵雪梅，雪梅，他那里的学生死伤过半，你应该和我一样去唐风导师那里啊。我觉得吴导师挺适合我的呀。听了唐狮子的话后，居然还敢选武无敌，这姐们也是个能人啊！什么武无敌啊？哎，你导师姓吕，全名吕凤柔啊？吕凤柔？吕凤柔？虽然他学生的死伤率挺高的，但他的实力不错，和唐风不相上下。那你怎么不选他？因为我要学枪，所以选了罗一川导师啊。那你不怕唐狮子找你麻烦？怕啥呀？我傅成鼎是那么胆小的人吗？咱们这届入学的第1名赵磊，以及那个微信里的杨小曼都选他了，纯唐风还会在意我这种小角色？选之前没少做心理建设吧你？那我们现在是去领学分还是去医院啊？去医院干嘛？你脸肿得有点厉害，差点没认出来，你确定不去？当然是领学分更重要啊！我被打成这样是为了啥？傅成鼎，你说咱俩能换多少分？老子被打成这样了，不多给点学分，怎么对得起我的颜值啊？哇，好多人呐！应该是老生吧？我怎么感觉他们都在看我呢？还不是因为你傅大少爷的脸太过出挑啊！你好啊，老师，帮我查查我的学分。姓名、学号、宿舍号。什么？才奖励我45分？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老师，您再查查。我记得我大杀特杀，干掉了不少武者，怎么可能这么傻？你找你们院长说去，我这里不管这个。下一个，方平，新医生1区86号房，学号是……方平，基础学分50分，奖励学分啊，152分。152，比我高太多了吧？因为我比你强得多啊。我入职3年，还是第一次见新生奖励这么多学分的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学分除了兑换丹药，还有别的用处吗？那就很多了，小到吃饭睡觉，大到训练场地的使用，或者借用一些高端辅助器材。总之，在魔武没有学分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另外，学分和现金是可以互换的，1分可以兑换1万块，3万块可以兑换1分。这也太坑了！兑换成钱才1万，用钱兑换居然要3万啊！你可以不兑换，学校也不鼓励学生们用金钱兑换，只是有些学生不兑换，连吃饭都有问题，所以才会给你们这些富家子机会。别说我啊，我又没准备兑换。家里再有钱，也经不住这样倒腾吧。倒是我这次刚开学就赚了不少财富值，算上之前的气血丹，财富值一共加了400多万，够用一段时间了。方平，你在傻乐什么？我要去兑换处换点丹药，你去吗？啊，去。
对于新生啊，我们的兑换目录不全部开放，不过对你们3品以下的足够用了。非武者、突破武者需要1颗1品气血丹、1品淬骨丹、1品护肤丹，吃下它们突破是现在最安全的方法。而这3样只需要45学分，这也是学校给你们50基础学分的原因。1颗2品护肤丹市场价200万，这里只要60学分，也就是60万。那我岂不是可以倒卖丹药赚差价，还能将财富值？嘿嘿嘿，这可是商机啊！要不是我有系统，今天可能未必是那几个2次淬骨武者的对手。武者会开始深层次淬炼某一支的骨骼，使其强度进一步提高。我3次淬骨再厉害，也只是3次淬骨。如果硬碰硬，我的骨骼强度根本不如他们。不行，明天我得找导师，尽快突破1品。你小子来的也太早了吧！这么好看，要凑近点吗，小同学？这导师说话也太轻浮了，是没把我当男人看吗？进来吧，顺便把门带上。是。说吧，这一大早的什么事儿？我想突破成为武者。我还以为你这小子会拖到4次淬骨。非武者再强，也只是非武者。本来我以为3次淬骨的我很强，可经过昨天那一战，我才感受到自己跟武者的差距。气血高，血海单薄，攻击力低，体质也就比其他人更抗揍点。你选择现在突破成为武者是正确的。整体淬炼骨骼的难度你肯定很清楚，想继续淬炼到4分，除了浪费时间没什么好处。进入1品后则不同，可以单独选择一支进行淬炼，往9分淬炼。这个时候3次淬骨的优势才会真正体现出来。后面的修炼会比其他人容易，因为你只要再淬炼6分就够了。淬炼法你修炼过，应该知道它只修主脉络。非武者修炼淬炼法只修人体主脉14条，贯穿全身，而非武者突破1品就是打通更多的支脉络，让气血更深层次的淬炼。丹药带了吗？带了。你带的也太多了吧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我吕凤柔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么怕死的学生。讲真，以你的条件，不用这些丹药的成功概率也很大。有备无患嘛。既然用丹药有100%几率成功，那么就算原本只有1%的概率失败，我也没必要去搏。话说回来，看你昨天战斗应该是淬炼过下肢骨的吧？那你可记得牢记拓展顺序，先打开下肢体的主脉络，完成之后再深入。若胡乱拓展，残了废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汇集气血，依次注入支脉中。看他的样子，不吃气血丹都能全部贯穿，也太怕死了。这小子确实是个难得的天才，但是我的学生又有哪个不是天才？吕凤柔，你不能再对学生投入感情。我突破了，导师，我突破了。这有什么好激动的？你可是3次淬骨，突破武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。趁着支脉刚贯通，服用普通气血丹补充气血。看现在气血巅峰值有多高？居然消耗这么多气血，1颗气血丹都补不满。哎，用财富值恢复吧，丹药得省着用。这小子气血恢复的好快，他对丹药之力吸收的这么强，还是说3次淬骨都这样？方平，今天你刚突破，回去好好熟悉一下暴增的气血。明天不，周6吧，去新生训练馆，我教你一些保命的招式。太好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开始学功法。哇，方平，你真牛叉！这开学才2天就突破武者了。不然老实说，你小子是不是开了挂啊？你什么挂？你以为是打游戏吗？是啊，我不仅有挂，还是个超级费钱的挂。我不管，反正今天你得请我吃一顿。就吃2楼食堂吧。还以为你要吃什么山珍海味呢，没想到是食堂。那你随便点，不用和我客气。这也太他妈贵了，抢钱吗？嘿嘿，第2食堂是武大的专属食堂，这些菜都加了气血丹的原料，不算太贵。这还不贵？
你们家给你打生活费是不是以100万为单位？开什么玩笑？你以为钱不是钱了？这种饭菜，我家再有钱也不是经常能吃的呀。这不你请客吗？你少拿一点。这不是新人王方平吗？你认识王金阳吧？果然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。第一，我认识王金阳，但你们要寻仇就去找他，他的仇人太多，我接不下。第二，我导师是无敌，有宗师罩的，找茬之前考虑清楚了。第三，你们是2品，我才刚突破1品，如果仗着品级找我麻烦，学校是不允许的。第四，这里是住宿区，严禁动物。够敞亮，不愧是08届新生中的新人王。那王金阳的债，你愿意接下一部分？难道我不接，你们就不找茬了？也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老生给新生下马威，其实也是学校的惯例。你这家伙刚来学校就出尽了风头，就算没他王金阳的事，我们也会找你。这样吧，你刚突破，我们也不占你便宜，给你1个月，1个月后会有1品劲武者来找你挑战，没问题吧？生死无论的那种？不至于，咱们都是魔武的学生，下手不会这么狠。不过拳脚无眼，受点伤也在所难免。3次淬骨突破的1品和普通的1品巅峰差距不大吧？新人王就该有新人王的牌面，方平，你觉得呢？无所谓，随你们来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学弟们继续吃，我们下个月见。你硬下来干嘛？你不理他们，他们也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我想体会一下我想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武者，什么是血腥竞争。还有其他人，是他分学院那天和我一样选吕凤柔的那个女生，还以为吕凤柔要给我开小灶呢，没想到还叫了一个。你好，我是方平，和你一个班的。赵雪梅。好尴尬，吕凤柔怎么还不来？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说些什么？那个方平，你是不是可以先松开手？抱歉。听说1个月后你要挑战老生。也不是挑战，是被挑战了。可那些老生有不少都是1品巅峰了，尽管你在我们这届再强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吧？再说吧。2位聊得挺火热的。导师，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自己接的挑战，没人会劝你。原以为你是个惜命的，现在看来也脱不了俗。都是1品，我想试试，总比一直被找茬要强。也许吧。今天找你们来，是因为你们都已经是正式武者了，上了战场，冲锋陷阵也有你们的份儿，所以你们现在必须学会杀敌和保命之术。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一脚，居然踢穿了，这可是实木桩啊！刚才那招是腿法中的一种，叫戳脚。顾名思义，它的关键就在于戳，将气血凝聚于一点爆发。配合淬炼的骨骼部分，直戳对方太阳穴、喉咙、心口、下阴等秘密，一脚下去戳死对方，这就是目的。导师，这招如果踢到人，真的会死的吧？废话，战法就是杀人搏击之术，从创立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做准备。你们现在必须意识到，从进武校的第1天开始，就已经不是普通学生了。你们注定了要在生死线上挣扎，不要把任何战斗当成小孩子的打架。上了擂台，那就是决斗，生死决斗。不管面对的是你的同学还是你的朋友，哪怕有朝一日方平你不得不和王金阳一起上了擂台，你也要战胜他，甚至是杀死他。你这次挑战就当是试炼任务，倘若能赢，我就送你一份大礼。领悟力不错嘛。只要把聚力、凝力和暴力掌握，就很简单了。简单？我现在连距离都还没掌握，是不是我太笨了？不算笨，人与人之间没必要去比，有些人天生就聪明一些。等着瞧，我肯定很快掌握。雪梅，别被方平的节奏带着走了。这小子确实是与常人不同，你需要的是保持好自己的呼吸和节奏。是啊。我不是在安慰他吗？怎么这么大火？方平，你再演示一下，有不对的地方我指点你。好。聚力于足，凝力于肩，暴力于全身。你个憨皮，我只是让你练练，没让你踢木桩啊！我6品踢个实木轻而易举，这家伙
刚学点皮毛就敢尝试。雪梅，你记住了，如果骨骼硬度不够强，就会像刚刚那个莽夫一样。哦，也不用拿我当反面教材吧。唉，今天就先结束吧，回去好好消化一下，明天继续。老师，你说要送我的大礼是什么呀？等你赢了1个月之后的比赛再说。差点忘了，记得去后勤处做个合金的皮鞋，尖头的那种。这是让我穿一双尖头皮鞋上场的意思啊！戳脚真要有吕凤柔刚刚表现出来的威力，妥妥的一脚把人戳个对穿啊！来学校后还没给家里打电话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？喂，我这不忙忘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不要我。笨蛋圆滚滚，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？爸妈都还好吗？都挺好的。是方平的电话吗？嗨，这孩子怎么才打电话回的呀？哎呀，萍萍肯定是因为太忙了。我怎么还听见了谭叔的声音？谭叔来家里玩了。那你待会儿帮我向他问声好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件大喜事，你哥我突破了，嘿嘿，正式成为了一名武者。哦，你们也太激动了吧！喂，方平，听得到吗？我是谭正平啊，谭叔，好久不见。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突破了，这才刚开学吧，居然就成1品了，真给咱们阳城长脸啊！我这不算什么，在魔武新生刚入学，武者就近100人，我现在突破也就一般，倒是让谭叔见笑了。新生武者就近100，名校果然是名校啊！再让我和我哥睡一会儿。哎，方老弟，和你商量个事儿，方平现在成武者了，你再当门卫不合适，明天你去人事那边报道，办公室那边还缺个人啊。那里都是领导的秘书和助理工作的地方，怎么会缺人呢？哎呀，真是托儿子的福，这辈子竟然还能成为有正式编制的人。老师，可以帮我做一双合金鞋吗？你还不是武者呢，合金武器得武者才能兑换。可我前几天已经突破了。这可不是你说突破就突破了，你要去2楼定品处定品才行，然后把你那临时武道证换成正式的再过来吧。哦，这样啊。谢谢老师。分学院时被突袭我的杨小曼哟，这不是在分学院上暴打女生的新人王吗？听说你下个月要挑战老生，不会是又继续挑战女生吧？这女的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是不介意的。可我听杨小曼同学的意思是，女生不是武者，还是说杨小曼同学觉得女武者就比人低一等？你这可是歧视女性啊！别他妈给我扣大帽子！之前你能拔得头筹，是因为我们新生缺少经验。这次挑战，你面对的可都是那些经历过血腥厮杀的老生，你小子就等着吃灵蛋吧！我可不觉得这些人能有多可怕。在魔武这样资源充足的环境中，还停在1品，不是怠慢了修炼，就是没啥当武者的天赋。这样的人有什么好怕的？方平，小试对手可是会吃大亏的。谢谢提醒，但我从不轻视任何人，也不会过度自我否定。随你。老师好。1品。是的。在这块钢板上留下痕迹，你就是1品武者了。留下痕迹？对，随便你怎么弄，摇也好，抓也好，总之留下清晰的痕迹，那就代表具备1品的破坏力。既然是这么直接的测试，那就这是刚学的。可以了，这是你的武道证，之前那临时的就没用了。突破武者，学校会奖励50学分，立即生效。下次突破2品，继续来测试。下3品定品都在这边。那中3品呢？不要好高骛远，中3品，等你到了再问。啊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刚突破的新生就能有这造诣，看来咱们魔武今年人才不少啊。力道有些分散，杂而不精，相当于淬炼1支的武者，和1品巅峰有差距。那这家伙输定了。是啊，除非他1个月内能达到1品巅峰。不过没有这种假设，根本没人能在1个月从刚突破到达巅峰。回去告诉比赛的那几个放心，咱们肯定赢。只希望他们别把方平小学弟做得太惨。一群蠢货，谁检测的时候会全力，知道收集敌人情报，还算聪明。可这种不负责任的情报，
只会害人。刚刚那个少年爆发的一脚，大概也就200卡左右，而他的气血应该在240卡以上。这次的挑战赛一定很有意思。你要的那种靴子啊，属于特殊兵器，需要定制打造，1周后才可以来取。我看你才1品，用1级核心就够了。一双靴子2公斤，需要20学分，皮革10学分，定制费10学分，一共是40学分。你这也太贵了吧！40学分相当于120万了，一双鞋120万，我家房子才80多万呢。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学兵器，能保命的就是我的腿和脚，一双战靴还是会比不合手的刀剑要好用的。OK， 再给我来个地级合金的直虎。刚好有货，你先撒手。没想到这小小直虎竟然要10学分。这当武者怎么这么费钱？刚刚奖励的50学分一下就没了。去问问李承泽公司的情况吧，要尽快盈利才行啊。哎，方总，这里。屁大的公司，这种那种的，叫我方先生就行。行，方先生，这里有10颗普通气血丹，我暂时用不上，你拿去卖掉，用来当公司的运营资金。方先生，生意和武道，您还是该以武道为主，生意为辅。您要是为了生意而断了武道的资源供给，那可就是本末倒置了。关键是我现在也用不上，我这刚突破1品，普通气血丹没啥用了。什么？您突破了？是啊，太吓人了！您这开训不到1周就突破了。您现在是武者，那咱公司的业务拓展将会变得容易很多。李经理接着。这是普通气血丹，我说过，只要你做得好，我一定会帮你尽快成为武者的。谢谢方先生，我李承泽一定会全心全意为公司。这鞋不错哎，虽说是金属材质，踩在地面上却很柔软。那是当然，咱们魔武的制造学院可是一流的。来，我带你去试试威力。好。这里的刀剑、钢材都具备 F 级合金强度，是专门为试炼合金兵器而打造的场地。在这里啊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试你的武器啊！这些都是武器留下的痕迹吗？穿透力不弱呀，戳脚应该刚学不久。要是足骨能淬炼完成，那1品境的武者都得小心了。现在的新生啊，一届比一届强，我还是在这安安心心的养老吧。方平，您的挑战怎么没动静了？取消了？没啊，就在明天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在哪里比赛？明天我叫上小曼他们给你助威。制作挑战这些都归武道社负责，应该是在武道社那边吧。不过又不是过家家，喊这么多人干嘛？你好歹是我同学，有一个导师，这关系搁在别人那儿都亲近着呢。你倒好，一点也不热情。也对，换成小曼或者云溪那种美女，你肯定热情得多。你想多了，和长相无关。再说你又不丑。真的？真的？什么？有鼻子有眼就挺好看的了。方平。就是有点不修边幅，太像个男人了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不仅丑，还丑得没女人味了？我没这个意思，怎么每次安慰你都生气啊？雪梅，你今天先回去，让我和方平聊几句。好的，导师。你缩脚也算是小成了，明天注意点，其他的都不用管。是。上了擂台，生死有命，如果不敌，你可以认输。这可不像是能从导师嘴里说出的话。我和他们无怨无仇的，他们怎么可能真打死我？这次组织挑战的学生，我帮你打听了，为首的是大3学生刘永文，现在3品级。那他比王哥还高一些。王哥挑战魔武的时候，应该没波及到他，干嘛找我麻烦？他还有个弟弟，曾经也是魔武的天才学员，但去年被王金阳打得胸骨粉碎，至今还在医院躺着。我想你应该知道，耽误了修炼的黄金时期，武道路就算到头了。这老王也是，看着斯斯文文的，下手怎么没个轻重啊？给我找这么多麻烦，这笔账我得给他记着。这个给你2品气血丹，到时候爆发一下，至于会不会爆体，看你运气了。谢谢导师。这吕凤柔还真是一点都不心疼学生。妍姐，有导师来了。学生切磋，这些导师来凑什么热闹？周同学，
好大的口气！不敢，只是今天刚好有张导师的学生切磋，希望导师不要插手，能遵守规则。武道社现在是越来越目中无人了。我现在可不是在提醒你，是警告。你要是敢插手，武道社就敢镇压。你学校给了我们武道社维持秩序的责任，张导师觉得不妥，可以去找学校申诉。混账！陈师兄好像回来了，去问问，就说需要他来压阵。再去通知几个副社长和社长，看有没有人能赶回来。我去通知院长，让院长来坐镇。没想到6品巅峰的吕凤柔居然也来了。咋？通知院长干嘛？我没准备捣乱。1品进的学生死就死了，多的是似的。放心吧，武道社的有我在。张国如他们要是敢插手，我就打死他们。吕凤柔，武道社的方平到了吗？没到。现在这些武道社的成员脾气还真是傲啊。话说方平那个臭小子死哪去了？都说武道社在魔武的北边，北边到底是哪边啊？怎么还没开始？切磋赛还迟到？该不会是让玩逃跑了吧？抱歉，魔武太大了，没找到地方，来迟了。这次切磋你是自愿的吗？我要说不是会怎么样？方平，你说话注意点，当初挑战可是你自己应下的。有人胁迫过你吗？闭嘴！我在询问方平，还没到你们说话的时候。在魔武，不进切磋，不进生死战，唯独切磋双方的意志必须一致。若有一方不愿意，那挑战就不成立。既然魔武赋予武道社维持秩序的权利，那武道社就必须将一切都置于光明之下。但凡有人逼迫，武道社必定出面镇压。方平，我再问一次，这次切磋你是自愿的吗？当然，没人逼迫，我是自愿的。由于方平是新生，并且面对4人的挑战具有优先权，可以在规则内提出合理的条件。方平，你有需求吗？需求啊？那首先，老生们不能用冷兵器，毕竟只是切磋，我怕学长们使用不当，容易误伤自己。第二，我要求学长们每人补偿我1颗2品气血丹，我是新生，实力微弱，还要挑战4人，没有丹药就不能持续作战。第三，老生这边怎么看？我还没说完。 4颗1品气血丹，要不然就算了。 OK， 没想到随便说说就能控到4颗1品气血丹，这些学长们挺有钱啊。那么挑战成立，切磋赛开始。师兄贵姓啊？兵器学院大3学生陈国龙。我有点好奇，我一个刚入学的新生，也没得罪过师兄，师兄为什么要挑战我？难道陈师兄也被南武王金阳揍过？哎，就算被揍过，我也能理解。可我和王金阳毕竟不是一个人，你们不该把我当替代品。我想陈师兄应该没准备真的伤我吧？打就打，不打就认输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就是啊，这人也太啰嗦了。要打就快点，不打就拉倒。好吧，那我现在认输。你要认输？你是1品巅峰，我才突破1品，况且现在丹药到手了，我认输也没关系吧？认输当然可以，可你想清楚了，会战先怯，对武道不利。 没办法，他们可是1品巅峰，万一他们趁机打死我咋办？我现在认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方平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们有没有准备打死我？比武切磋意外随时都有，没有人想打死谁。可有时候无法留手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刘学长的话我听懂了，这样一来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。讲真，我真的很老实的，从小杀只鸡都害怕。王金阳很早跟我说，武道要争。 怎么争啊？我不懂，我就想安安静静练武，多争取一些资源。我的导师也说我该争的时候要争，别跟弱鸡似的。我没觉得我是弱鸡，只是不太习惯。我是第一次见到几位学长，你们和王金阳的恩怨跟我应该没关系才对。可现在应该算是迁怒吧？我也没招谁，没惹谁。哼，你是现在认输还是继续？认输，你们还是在找我麻烦，那就不认输好了。切磋开始。 这你一脚绰绰有余。卑鄙！夏英。
抱歉。你真的怕死？我无心杀人，实力有限，没必要说这些。上了擂台，生死自负。是我少见多怪了，那就继续吧。你不休息啊？不用，订了下午的车票，打补完事儿。够自信！兵器学院打3，张国威。我被王金阳打断了一半肋骨，武道路被断了一半。我们这些人本来就资质有限，原本有望3品毕业，如今可能终生止步1品，再也没有报仇的可能。你方平的武道既然是他传授的，那我找你报仇也是理所当然。你打死我，或者我打死你，单纯的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我无武者亲友，我若死，仇恨全消。我和你差不多，王金阳未必会帮我做什么，你打死我应该也没太大危险。开始。小曼，这次会死人吗？十有8九。方平只是新入1品，气血有限，我稳扎稳打就能耗死他。看起来撑不了太久，我看你还能接我几拳。方平被张国威压制住了，这次我赢定了。那小子气血快耗尽了，果然1品初段和1品巅峰没啥可比性。方平这个笨蛋，快吃弹药恢复气血啊！张国威逼得太紧，根本没给方平吃弹药的时间呢。怎么连站也站不稳了？这次我要连同王金阳的仇一起回报你，方平！有，怎么可能？他的气血竟然恢复了！方平的气血怎么突然恢复了？之前明明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。方平那家伙什么时候吃的药？继续。你不休息？订好了车票。那请下一位挑战者上场。下一位。我认输。从今往后，我安心习武，1品也好，2品也罢，武道也许不适合我。郑强，我上。算了，我们认输。永文，我们技不如人，输得不远。方平，我弟弟当初也如你一般天才，被寄予家族厚望，可他被王金阳伤后，至今伤势未愈，只能终生止步1品。说这些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武道之争不分对错，只凭实力。王金阳能打残我弟弟，我就能打残你。可武道有武道的规矩，现在我品级比你高，不能对你做什么。一旦你到了3品，我很乐意让你体会下我弟弟的感受。不用等他3品，我就是3品。刘永文，我挑战你。王金阳，真的是他！哇，他居然还敢来摸我！怎么样，刘永文，接战！王金阳，王金阳，这里是魔武，不是南武，来这倒是，你小子懂不懂规矩？就是守规矩，我才发起挑战，否则早就动手。这位导师，您是4品，3天之后我就会升到4品，到时候你也可以来挑战我。今天在场的，无论是学生还是导师，只要是不服气，都可以来战。王金阳，难怪他消失了一段时间，原来是在突破4品，就是说他现在是3品巅峰。哼，以今天在场的这些3品学生，真打起来，恐怕魔武是要颜面无存了。没人敢，我就知道，因为你们只敢欺负新人。魔都的学生就是这个德行。老王，王金阳，你话别说那么难听，这是公平的挑战，方平可是自己应下的。公平？你们这群巅峰1品挑战他一个刚刚突破1品的新生，这叫公平？既然是这样，我现在是3品巅峰，难道就没有同级的想打死我？混账！你真当我魔武无人？那就战！真以为我不敢杀你魔武的学生？今天我王金阳挑战魔武3品学员，来者不拒！你闭嘴吧！他横扫第3品的事你忘了？被打趴的可是武道社的副社长们，因为方平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要火了他。今天可就不是再死几个人那么简单，这责任你担得起。方平，我的事和你无关，觉得有危险的挑战可以拒绝，别怕被报复。等我4品，他们还来这套，我就打死魔武所有4品学员；等我5品，打死魔武所有5品学员。够了，王金阳，方平是我的学生，轮不着你管。这场切磋赛就是一群精气神都被你磨灭的废物搞出来的。魔武里真正的精英，没人会这么做，所以别小瞧魔武。就算你自认同阶无敌，也适可而止吧。今天这破事儿，说到头还是因你而起。想想方平，你不可能一直在这罩着他，所以别再给他找麻烦了。
刘永文，你不要以为我升到4品之后就拿你没办法。你弟弟是我的，想报仇冲我来，以后你再敢为难方婷，我记得你爸是4品。就凭你挑战我父亲，要不是我有宗师罩着，你爸早就对我下手了。宗师看你，那是因为比起你们，武王金阳价值更大，所以认命。他不是外校的吗？谁带他进来的？是我，刚好在车站碰到他，就邀请他进来转转。没想到看了一出好戏啊！这家伙说的有道理，他本人活着呢，看不爽就直接来挑战呗，整那么多虚的干啥呀？怂就承认嘛。我就是打不过他，要不早就上了。3天内我都在魔都，想报仇的随时来挑战，不期不候，不怕死就来吧。老王，你这一来，把我所有风头都抢走了呀！结束了，我今天打死了2个1品巅峰的武者，最近应该不会再有人来找麻烦了吧？表现的还行，刚才的策略也不错。方平，你刚才气血明明消耗空了，怎么补回去的？没看见你吃药啊？你的导师没教过你不要探听别人的秘密吗？啊，你家境不错，父母都是武者，他们也没教过你随意探听别人的秘密会结下生死大仇的，明白吗？以后不要再问。他现在可是杀过人的。我先走了，导师。拽什么拽？他是第一次，心里肯定不那么好受，让他自己消化一下吧。王哥在哪儿呢？啊，那宾馆可是魔武的地盘，你还不走，真等着他们来挑战你啊？对啊，但是没人敢来呢。你被挑战的事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要是一开始就出面，你未必需要出手。之所以让你打了2场，是想让你明白，一味的退让不是武者求强求活的路。求强求活吗？王哥，谢了，我没被欺负。这场比武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没人强迫我。我之所以接受，一方面是因为真的不爽，另一方面我想多了解一下什么是武者。好，那现在你眼里的武者是什么样？武者是一群淡漠生死的人。扯淡，谁不怕死啊？我跟你说，就算宗师也是一样啊，那都是人命啊。比如今天挑战你的这些人，他们是被王金阳断了求强的路，所以才会怨恨，才会不甘心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想活。要我说呀，他们甚至未必想打死你。说白了，他们只是一群不能承认自己失败的可怜虫而已。喂，哎，你不用多想啊，武者有武者的规矩，他们死的不冤，也不白死。总之有一点你是对的，生死在武者的世界是常事。这种事你提前习惯一下也不是坏事。这么轻描淡写，武者就是这样了，求强求活，不变强就不能活。但是你和他们不一样，安心修炼吧，习惯就好。懂了。不过你俩开导我的方式还真奇怪。都说了习惯就好，菜都凉了，小学弟多吃点啊。对了，王哥，你们这次来魔都是有什么任务吗？和我说说吧。是个去地库的大任务啊，秦凤清。王平，这事儿你别多问，现在的你还没办法查。是啊，小学弟，听你王哥的，现在就专心修炼吧。就是因为王金阳实力够强，我才会邀请他和我一起大捞一笔的。别说了，吃饭吧。地库可能是我现在还不能触及的事吧，多问无益，等能力提高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回家了。方平，我都没说今天回来，这丫头竟然在门口接我。兄妹就是兄妹，哪怕不知道你要回家，也会每天翘首以盼的等你。袁公滚！方平，你怎么下午回来啦？早上人多，下午人少，下午回来挺好。回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，真是。咱们快上楼。大姐，今天咱们一定要好好教训附中的那些家伙，那群三霸居然敢抢元平社的地盘。大姐，你还找了男生来啊？男生掺和不太好吧？找也找个壮一点的，这个太瘦了。嘘，大姐，元平社，我不在家的2个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成大姐大了？也就是说，刚刚不是在等我，而是在等这群小丫头，准备一起去抢地盘。我要是说这是误会，你信吗？咱们回家对付公堂吧。大姐，
萍萍回来怎么不说一声？啊，妈，你自己跟妈说。说什么呀？方圆，你现在长本事了，娶小太妹当大姐大。我是你大哥，元平社为什么不叫平原社啊？呸，不对，什么社都得给我消停了。哎，这丫头是要好好教训教训，才多大人，非要和她那些同学一起摆地摊做生意，天天还要抢摊位，闹腾的学校老师都知道了。摆地摊抢摊位，我就是卖了你一点东西，至于掐我到现在吗？平时又不用，放在那里还占地方。等等，你卖了我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除了2套换洗衣服，其他的东西，都没了。方圆，你可真行啊！你臭不够了，大家都抢着要你的东西，人家怎么能错过能赚钱的机会呢？你还敢说？圆圆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这丫头自己作的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还好我还活着。爸妈做了盒饭，中午我们一起吃吧。这就是方平啊！不准吃这么多垃圾食品，想吃零食就给我好好练。方平，你怎么这么快要走呀？你咋又哭了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可是我怕你在学校受欺负。笨蛋，只有你哥欺负别人，哪有别人欺负你哥的事儿？快回去吧，在家好好照顾爸妈，也是小大人了，懂点事儿。我知道了。方平，能有方圆这个妹妹真好。姐妹们，都到我家集合。方平这次留下了好多东西，咱们又可以赚一笔啦。最近财富值和现金都花了不少，是时候兑换点丹药拿出去卖了。哟，方平同学又来了。上次的靴子才花了40学分，你真的赚到了。光是他们给你的4颗1品气血丹，你就赚个回本了。切磋赛的事儿，没想到连兑换处的老师都知道了。李老师，这次我想兑换一些普通气血丹。3颗够吗？给我来67颗吧。你小子换这么多，是想拿出去卖掉赚差价吧？学校虽然没明文禁止，可贩卖丹药毕竟是专营业务，大规模出售被抓到呀，能罚到你破产。也就是说，小规模出售问题不大。67颗普通气血丹，扣掉201学分，你就只剩1分了。你现在1品，普通气血丹可支撑不了你的修炼呢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看来丹药要出手，只能去找那个人了。扣吧。方平贴身用品，方平晒过的枕头。